咱们这个百合竹应该怎么养？首先第一个啊，你在室内环境啊，你不要咔咔咔咔没事你总往叶片上去喷水。室内环境通风不好啊，百合竹叶心的这个位置啊，极其容易大量的积水。那么积水以后啊，这个百合竹会塌头啊，那么出现头部这个位置啊，出现发黑腐烂的一个现象啊，整个头没了。你要是觉得叶片比较脏的话啊，咱们可以用不掉毛的毛巾是吧？蘸点水把叶片擦一下啊，也可以把咱们喝剩的啤酒是吧？啤酒1份，白水100份啊，按这个比例去掺水，然后用毛巾擦一下啊，叶片会非常油亮。那么室内喷水并不是一个太好的养花习惯。那么咱们平时浇水啊，百合竹是一个比较耐涝的植物啊，所以说咱们浇水的时候不要浇太勤。咱们平时判断浇水的时候啊，可以把手插进花土里边，1个手指节到1个半手指节的一个深度啊，摸着没有湿度了，咱们浇水就可以。那么百合竹叶片啊，它是斜上角度生长的，它长时间缺水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啊？就会出现底部的叶片往下耷拉啊。什么是底部的叶片？就是这个枝儿，它最下半部分这个叶片啊，它是底部叶片，它会下垂啊，局部的下垂，然后这个叶会变黄啊，或者是干尖的一个存在。这就是咱们之前浇水浇晚了。对它来说啊，没有问题，你不要过度惊慌。老叶出现问题不能恢复，你给它摘掉就 OK 了，是吧？咱们下次注意啊，要提前的去浇点水。那么缺水是底部的、局部的啊。如果说水大了，那或者说你的土透气性非常不好，是吧？土质特别黏的那种啊，浇完水以后像和泥一样的那种土，那么它的根系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啊。那么根系出现问题，就是你们口中所说的水大了。那么百合竹会出现什么情况啊？整体的底部为粘，全部为粘下垂啊，特别严重，浇水也不滋了，不能恢复。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就要考虑去换盆换土啊，你瓷盆换成塑料盆，是吧？换土换排水透气好一些的土啊。那么第3个就是百合竹的光照啊，咱们很多人喜欢把这个百合竹放在咱们客厅家里的中间，那么去看你家的环境啊，过暗的时候，百合竹叶片也会微微下垂啊。那么百合竹在夏天的时候啊，它接受不了阳光直射啊，光线太强烈，温度太高，它叶片会出现打蔫的现象。那么春秋冬咱们可以给它进行一个适当的光照，阳光不是那么热的情况啊，那么就是说你晒阳光的时候，你不用抹防晒霜的时候，那么它是可以接受光照的。你啥时候出门你要抹防晒霜了啊，我要防晒了，那么它啥时候放在明亮的闪射光的一个位置。那么第4个就是各种百合竹的一个黄叶的问题。那么第1种黄叶刚才已经说了啊，就是缺水过度导致的底部叶片发黄啊，可能是这个枝儿，也可能是这个枝儿的底部，那没有问题啊，不用去管。那么第2种黄叶就像这种啊，运输过程当中运损，叶片掉了。叶片掉了以后，它失水啊，出现一些病斑，这个是完全 OK、完全正常的，不用去考虑。那么第3种叶片问题啊，有人家里出现这种，那么这个就是在原始的养殖环境啊，受到过虫害的一个问题啊，咱们去检查叶片背面是吧？仔细的检查有没有虫咬它，那么就 OK 了啊。有虫的话，咱们对应的用一些杀虫药去杀菌。去杀虫啊。那么第4种就是出现叶片出现一些病斑的一个情况啊，这些病斑一般湿度过高，或者是咱们喷水啊，那么这个水在长时间在叶片停留啊，造成一些菌害。咱们这种叶片它恢复不了啊，你不要着急打药，咱们观察它扩不扩散。如果不扩散，那么说明这棵植物抗性可以啊，它遭受不了菌害啊，没有问题，咱们不用去打药啊，你别打药害了啊。那么等这个百合竹顶芽的长一长，不影响美观的情况啊，咱们直接把这个病叶给它摘除掉就 OK 了啊，没有什么大问题。那么第5种啊，像这种叶片开裂是吧？这都属于运输过程当中出现的硬伤啊，这是竖裂纹的，包括它运输过程当中这种横啊，这种折损，它后期也是边上干枯，然后叶片出现一个深褐色的一个折伤，这些叶片都没有问题啊，咱们给它摘掉就行啊，千万不要你过度的惊慌，你就人工干预上了啊，你又上药又杀菌的啊，没有意义啊，药用多了它也出现问题。另外一个就注意用药的时候兑水啊，叶尖积水它也会烂啊。那么百合竹的养护啊，整体就5个字儿：懒点儿，别过度惊慌，别过度的人工干预。一般情况下它不会存在什么问题啊，比较好养的一个植物。别忘了点赞关注啊。